大家好，这是94。本期分享并整理7个章节，全部通关后每日的必做事项。1. 领取圣杯财物，每日14点任务重置。登入游戏后，先领取圣杯财物。每日命令通常都会有此任务，所以不会忘了领取。2. 跑图，领取圣杯财物后，我会开始跑地图，触发蜘蛛、野猪副本及隐藏道具，连星石也有。我会从第7章跑回第1章，原因是遇到蜘蛛时，我会先把该章节跑完。每个章节每次最多只会出现2个隐藏事件，在确认没有其他隐藏事件后，先回第3章把矿山内的蜘蛛打完。打法可参考右上资讯栏。我不确定不打完会不会出新的蜘蛛，打完后会回到原本的章节，这时会出现在入口处，可直接顺着往下1章跑图，全部地图跑完1轮，有机会遇到蜘蛛及野猪各3次。目前蜘蛛和野猪我最多各遇过6次。我的经验是，任务14点重置后到24点最多遇到各3次，隔天约9点左右开始跑，在14点重置前又会遇到各3次，大家可尝试看看。3. 逛街，可透过每日命令或点击左上的骑士团任务介绍，直接传送至村庄接取骑士任务，之后在装备商店购买全部商品，每日更新1次，可作为强化的材料。右手边有道具合成，可以把冒险家的鞋子合成英雄的鞋子，或合成突破的材料。每日命令消耗100双冒险家的鞋子，合成英雄的鞋子也算，除非冒险家的鞋子真的很多，不然建议任务重置后再合。最后是杂货商店，每周更新1次，卖一些升级和强化的材料，也都全买。4. 骑士团任务，每天可接取2次骑士团任务，可获取骑士升级的经验材料，还有强化武器、饰品及遗物的材料。每个章节有不同的骑士任务，但任务奖励都是一样的，差别在于关卡本身给予的奖励。由于骑士升级的经验、强化武器和饰品的材料，都可从冒险说明书的冒险任务取得，唯独升级遗物的材料没有，因此建议都接取奖励是升级遗物的任务。5. 冒险说明书，冒险说明书有详细记载各类装备、材料的获取关卡，也可点选欠缺的材料，得知获得途径，并且能直接传送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直接打 BOSS 的副本或是限定单人通关的副本，否则都有机会遇到使徒。使徒会掉落制作宝石的图纸和材料，解骑士任务的同时，也可以顺便刷使徒。如果单纯想刷骑士升级的经验、强化武器和饰品的材料等，这时英雄的鞋子就可以派上用场，可直接获取8次有使徒的结算奖励，并非8次奖励都一样，后面7次也是随机奖励的。而如何得知该副本使徒会出现什么属性呢？有人说，看副本推荐新能的对应属性，例如推荐血属，代表克制暗属，所以会出现暗属性的使徒；推荐血属代表克制暗属，出现暗属使徒。推荐火属和雷属，代表克制毒属和水属，出现水属使徒。推荐暗属和雷属，代表克制光属和水属，出现水属使徒。但却不完全正确，我遇过推荐血属，但却出现血属的使徒，所以我觉得使徒的属性可能是推荐的属性及被克制的属性。推荐血属代表克制暗属，但出现了血属使徒。我通常都是单人刷使徒，
单人刷怪物比较弱，而且随时可221，并且随着骑士战力提升，会越刷越快，也省了组队等邀请的队友浪费的时间。另外，每个小关卡都有机会出现使徒，但我通常到 BOSS 关卡前，一进场攻击一下，没使徒就跳出副本。更换小关卡后，不一定马上出现使徒。我的经验是，在 BOSS 关卡前出使徒几率最大。另外，如果遇到与主力输出同属性的关卡，伤害会减半，这时可考虑借好友的骑士，提升通关效率。当想刷饰品或衣物的时候，建议组满队伍来打，掉落率体感上差很多。而组队也有个小技巧，野团。当刷完发现没有出现想要的装备时，退出关卡重新组队，先从最近列表邀请刚刚的队友，可能你的队友也想要刷装备，有很大的几率会接受邀请，之后就会有默契等你邀请刷副本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抱怨一下，组队邀请系统真的好烂，希望来个快速配对。另外，如果觉得每日体力不够，可以考虑每个副本都刷使徒，而且都拿到紫色图纸再结算，相信就不会再有体力不够的问题了。使徒也有双属性的呢。6. 竞技场。竞技场 1v1， 胜场加10皇冠，败场也会得到加4皇冠。1500分后，败场就得不到皇冠了。每日上线100场之后，也不会再获取皇冠了。因此没体力时就开始玩竞技场，不求胜，只求败。结果配对后才发现，求败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而是一堆人。有人跟我一样，看到竞技赛季维持2个月，就感到不舒服的吗？第一次看到赛季要2个月的，还是我游戏玩太少呢？7. 下线结束游戏。下线前记得切换最强的骑士，否则会影响离线的收益。最后，透过邮件赠送的冒险家的鞋子，可以不急着马上领取，方便更有弹性的运用。本期分享至此，如有错误麻烦留言告知。谢谢收看。豊かで脆い都市に